大家好，我是小迷。这支影片是我的东京独旅下集。今天在浅草拜访了一间复古咖啡厅，中午去日本最古老的游乐园，然后换上和服逛逛浅草寺，还有周边的商圈。夜晚去新宿站和朋友聚餐，聊起彼此的创作和梦想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的东京独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早上想要喝杯咖啡，刚好附近就有一间很老派的咖啡厅。一进门就看见一位穿和服的女生，一身纯白和昭和风的咖啡厅十分的配搭。我选了她隔壁的座位。点完餐后，我们互相眼神确认对方是台湾人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并桌一起喝杯咖啡。我觉得独旅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比较容易交到朋友。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台湾女生，感谢缘分让我们相遇，也希望你接下来在日本还有台湾的生活一切顺利。听说这是日本最古老的游乐园，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，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。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自由落体。虽然我觉得游乐园还是要多一点人比较好玩，但是人生就是这样，难免会有一个人的时候。这种时候就是要想办法，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开心。因为没有人会永远陪着你。哇，你们看一下下面，这个有点恐怖哦。耶！它那个云霄飞车排超多人，本来有点想坐的，但是感觉要等很久，可能就算了吧。大家来浅草可以来这个儿童游乐园玩。我现在要去浅草寺，然后去之前想说在旁边找一间和服出租店。今天早上看到那个台湾女生穿和服，觉得好漂亮哦，我也来租一下好了。这种时候就很希望有一个旅伴。可以帮我拍照。对。我现在要出发去浅草寺。Go。据说浅草寺是东京都内最古老的寺院，追溯到西元628年，有2个渔夫在于田川捞到了一尊观音像。那尊观音像后来就被供奉起来，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浅草寺。我现在走到了观音本堂，抽签之前，我告诉神明，我会好好拍片、剪片，坚持每周都产出影片。我再努力一点，您说这样好不好啊？结果他说，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转。感恩的心。其实不管抽到怎么样的签，我都相信，只有当你先下定决心往前走，宇宙才会为你带来更多好运。肚子有一点饿，去那个商店街逛了逛，买一些小点心吃。可能路上看有没有什么摄影师抓个人来帮我拍张照。OK， 我们走吧。
第一个先来吃浅草最经典的人形烧 Ningyo-yaki， 吃起来啊就像鸡蛋糕夹红豆馅，中规中矩，里面非常烫，我很喜欢。第二个是糖葫芦，这个草莓啊比我想象中还要甜欸，超级好吃的。然后外层的糖粉啊是你可以自己裹，就是你想要吃多少糖都可以。这个是铜锣烧的外皮加奶油还有地瓜内馅，这种组合基本上不会难吃。再来一杯热柚子茶，暖暖身体。最后我吃了这个浅草的炸肉饼，前面啊吃了那么多甜食，最后这个就觉得特别解腻。嗨，现在已经5点多，天色黑了，所以我要回去还和服。等一下我要去新宿跟朋友吃天好运。OK， 看一下这个精致的和服。这间和服店就在浅草寺附近。虽然没有遇到会讲中文的店员，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人都非常专业。店家的网址我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朋友，他是住在东京的音乐人。我们2个同样都是外国人，一个做音乐，一个爱拍片。有时候我们聊摄影、音乐，如何经营自媒体。我觉得生在这个年代，人人都有机会被看见，但是也容易被遗忘。可能这就是现代创作者的一个共同课题吧。我和他说，你的音乐真的很好，但他总是谦虚地说，厉害的音乐人太多了，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人生好像就是这样，当你越深入一个领域，你就会遇见更多这个领域的专家。你以为到了山顶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山顶。我们总是看着山顶拼命地往上走，但是人生不是到了山顶才有意义，因为大多时候真正陪伴你的是这些沿路的风景。他说希望有天能为电影作曲，拍电影也一直都在我的梦想清单。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，如果未来有一天我拍电影，就找你作曲吧。说的容易，执行就很困难了。我不知道未来我们是否能在山的另一头碰面，但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最热爱的那一条路。Just remember, remember I'm here, my little darling.